两个都预测黄金会涨到$10,000的顶级高手同台了，结果他们当场吵起来了。这场辩论你不看完真的会后悔，不是因为他们意见不同，而是因为他们目标完全一致，都看到黄金$10,000，但走的路完全相反，一条路是火，一条路是冰，而你的钱正站在十字路口。大家好，我是浩哥的 AI 数字分身，欢迎来到浩投资。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周一，这是我们金银每日观察的第25期。先说一下当前的价格，上周五也就是5月16日收盘，黄金报价大约在每盎司4542到4570美元之间，白银报价大约在每盎司76.75到77.54美元之间。今天我们不聊价格波动，今天聊的是一场可能定义未来3年贵金属走势的世纪辩论。2026年5月10日，一段时长接近2小时45分钟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公开了，地点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Theater Amsterdam 剧院，场合是 Gold Republic 成立15周年的纪念活动。辩论的两位主角是当今全球贵金属圈最有分量的两个大脑 Peter Schiff 和 Jim Rickards。接下来3个章节我会带你走完3件事。第一，他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们说的话值得你停下来听？第二，他们在哪些点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？第三，他们在哪一点上彻底吵翻了？而这个分歧可能直接决定你接下来3年怎么准备。听完你会发现，原来普通人也能听懂顶级专家在吵什么。先说 Peter Schiff。Schiff 出生于1963年3月23日，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。1987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，金融和会计双专业学士。90年代初在雷曼兄弟开始他的华尔街生涯。1996年他和合伙人创立了欧洲太平洋资本。这些履历都不是重点，让你记住 Schiff 的是2006年12月31日发生的一件事。那一天他出现在 Fox News 的辩论节目里，公开预测美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崩盘，信贷危机即将爆发。当时同台的其他嘉宾在镜头前公开嘲笑他，有人摇头，有人翻白眼，有人当场说他疯了。2年之后，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房地产崩盘，信贷冻结。那段被嘲笑的视频至今还在 YouTube 上流传，他被叫做末日博士。这就是为什么当 Schiff 说话的时候，全球贵金属圈会安静下来听。再说 Jim Rickards。Rickards 的履历更复杂。197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，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，纽约大学法学院税法 LLM 硕士。他在花旗银行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、卡克斯顿、联合都工作过。但让 Rickards 真正进入另一个层级的是2件事。第一件，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，也就是 LTCM 在那一年濒临崩溃。这家对冲基金的规模大到如果倒闭，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系统连锁反应。美联储、纽约联储紧急召集华尔街各大银行救援。Rickards 是 LTCM 那边的首席谈判代表。第二件事更不寻常， Rickards 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，也就是 CIA 和五角大楼提供咨询。他参与了五角大楼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战争的战争演习。他还帮 CIA 构建了早期金融预警系统，一个在 LTCM 危机里直接面对美联储的人，一个为 CIA 和五角大楼工作的人。他写过7本书，其中包括2011年的货币战争。他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，所以当这2个人坐在一起辩论黄金，这不是普通的辩论，这是2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正面碰撞。你需要知道的，Schiff 靠2008年精准预测建立了公信力， Rickards 靠 LTCM 谈判经历和 CIA 五角大楼的实战背景站上了另一个维度。这2个人是当今贵金属圈少数真正被时间验证过的分析师。你可以做的，如果你想亲眼看到当年 Schiff 被嘲笑后来完全应验的经历，在 YouTube 上搜索 Peter Schiff 2006 Fox News，那段视频是理解他为什么被称为末日博士的最好材料。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部分，这2个人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出奇的一致。如果身边有朋友关心金银投资，把今天这期视频转发给他，
让他也听一下顶级专家在想什么。我们1/3处了，还没订阅的朋友点一下订阅。我们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和白银协会的最新报告，每期都会第一时间和你分享最有价值的信息。辩论开始之后，主持人很快就发现一件事，这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居然完全一致。第一个共识，黄金最终会涨到$10,000，注意是最终，不是立刻。两人对时间表的看法不完全一样，但 Rickards 在辩论中提到了一个让全场安静的观点，黄金每涨$1000，相对涨幅就变小一次，从$9000涨到$10,000只需要11%的涨幅，所以$10,000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近。第二个共识，白银会涨到$100，这是 Schiff 给出的目标。我提醒你一个背景，白银今年已经突破了1980年亨特兄弟时代的$50历史高位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白银涨幅已经超过 90%， 从$50到$100只是再翻一倍。第三个共识，央行已经全面进场，两人都引用了同一组数据。从2010年开始，全球各国央行从黄金净卖家变成了黄金净买家。俄罗斯的官方黄金储备从600吨增加到了2400吨，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目前公布的数字大约是2800吨。第四个共识，连华尔街主流都在转向，两人都提到了一件事，摩根士丹利已经开始建议自己的客户调整经典的64组合，也就是 60% 股票加 40% 债券的传统配置。新的建议是 60% 股票， 20% 债券， 20% 黄金。换句话说，把一半的债券换成黄金。这里有一个让我自己都倒吸一口凉气的细节， Rickards 在辩论里说出了一个数字， COMEX 期货交易所的纸黄金合约和实物黄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100:1，某些时刻甚至到500:1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市场上每1盎司真实的黄金对应着100盎司甚至500盎司的纸面合约，而且 COMEX 的规则允许交易所在发生逼仓的时候强制把合约改成只能平仓，不允许实物交割。 Rickards 用了一句话总结，黄金在 COMEX 上从来不结算。这就是为什么两人都强调一件事，如果你要配置黄金，要弄清楚你买的到底是纸黄金还是实物黄金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你需要知道的，两人的共识是央行买入，华尔街转向，白银突破，历史高位，纸黄金风险暗藏，这4个信号同时出现，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组合。你可以做的，想看央行真实购金数据，不用等新闻，直接去 Gold.org 查每月更新的官方数据，这是世界黄金协会的免费公开数据，比任何新闻评论都可靠。到这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两个人在这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，那他们到底在吵什么？接下来这个分歧是整场辩论最精彩也最让人烧脑的部分。两个人都看到黄金$10,000，但他们认为到达那里的路是2条完全相反的路。Schiff 走的路是火。Schiff 的逻辑很简单，他先丢出一个数字，美国国债已经达到约38万亿到40万亿美元的级别。然后他问，如果未来某一天市场要求这些国债支付 10% 的利息会怎么样？答案是，光是支付利息就会消耗联邦税收的 80%， 到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只剩2个选择，要么违约，要么让美联储印钱去买这些国债。Schiff 认为美联储一定会选第二个，因为这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选项。一旦美联储开始大规模印钱买国债，那就是货币化债务。货币化债务的尽头是恶性通胀，是货币危机，是美元的崩溃，可能是显示的违约，也可能是通胀性的违约。在这条火的路径上，黄金不是涨，黄金是变成了硬通货，是变成了人们逃离美元的唯一选择。Schiff 特别提到一件事，特朗普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并没有改善赤字，他保留了拜登时代的几乎所有支出，所以从他的视角看，火已经在烧了。Rickards 走的路是冰。Rickards 的逻辑同样犀利，但方向完全相反。他说了一句让全场震动的话，
美联储其实是无力且无关紧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已经崩溃了，美联储就算印钱，钱也不流动，钱躺在银行系统里不出来。这种情况下，通胀起不来。他给出的预测是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在下一次衰退中跌向 3%。 他还说了一个更长期的判断，他认为美国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一场长期萧条，这场萧条到今天还没结束。那他怎么看美国的债务问题？他提到了 Bessenten 的333计划， 3% 的赤字， 3% 的实际增长，每天300万桶石油。Rickards 认为这有可能复制1945年到1980年的剧本。当年美国靠名义增长，把债务占 GDP 的比率从战后的高峰一路降了下来。两条路，一条是火烧美元，一条是冰封经济。但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同一个地方，黄金大涨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辩论比单边唱多更有价值。你需要知道的，不管是 Schiff 的通胀路径还是 Rickards 的通缩路径，黄金的逻辑都能自洽。通胀时，黄金是货币替代物；通缩时，黄金是最后的避险港。这就是为什么两个看法截然不同的人能在1万美元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。你可以做的记下两个关键观测指标。第一个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向，如果它上升， Schiff 的路径在变强；如果它下降， Rickards 的路径在变强。第二个是核心通胀数据，如果通胀持续上升， Schiff； 如果经济走向衰退， Rickards。 这两个数字是你判断火还是冰的最直接依据。听到这里，可能你已经感觉信息有点多了，你可以做3件具体的事。第一件事，搞清楚你目前的资产里黄金和白银的占比是多少，不是凭感觉，是真的算一下。第二件事，如果你已经持有或者计划持有贵金属，分清楚纸黄金和实物黄金的区别。Rickards 提到的100:1的数字值得你认真去思考一次。第三件事，记下今天提到的几个关键观测点：10年期国债收益率、核心通胀数据、央行黄金储备的变化趋势，这些是你之后判断火的路径还是冰的路径在领跑的依据。最后再补充一个我自己的观察，穆迪在2026年5月16日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降到了 AA1， 这是穆迪自从1917年开始评级以来109年里第一次下调美国评级。在2011年降过，惠誉已经在2023年降过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美国是3大评级机构里最后一个失去 AAA 评级的时刻，而这一切发生在大美丽法案正在国会推进的同时。这是巧合吗？我不知道。Schiff 和 Rickards 在辩论里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让你对 Schiff 和 Rickards 这两个名字有了更深的认识，或者让你对火和冰这两条路径有了更清晰的思考，请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浩投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和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，让你不错过任何重要的经营深度分析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未来3年更像 Schiff 说的火，还是 Rickards 说的冰？两条路你更怕哪一条？最后必须说明，以上所有内容仅为信息分享和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买卖建议。贵金属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身情况独立判断，必要时咨询持牌专业人士。我们下期见。